在结束法越冲突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长期支持越盟的中国给了越盟领导人胡志明2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胡志明宜将胜勇追穷寇，在会议召开前尽力扩大战果，切不可被动等待会议结果。而第二个建议则是放弃在1954年统一越南的幻想，暂时接受南北2个越南的方案。胡志明在得知中国的建议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中国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不希望南方出现一个统一的越南。中国的建议让他感到了深深的背叛。然而，中国军事顾问团在3年前成功帮助越盟夺回战争主动权的往事，又让他不敢在这种时候无视中国人的建议。最终，越盟不声不响地接受了这2条建议，并开始偷偷摸摸地将中国放在自己的对立面。然而，越盟以及北越南从没有想过，中国的这个建议实际上在1954年拯救了越盟。上回讲到，在新中国决定向越南独立联盟派出军事顾问团之后，来自北方的军事支持让越盟很快获得了抗法战争的主动权。自1951年开始，已经脱胎换骨的越盟军队虽然无法攻克法军重点驻守的大城市，然而在越南广大的乡村地区，越盟武装可谓是呼风唤雨。在短短2年时间内，他们就占领了越南北部与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并对法国殖民者控制下的老挝以及南越南展开了频繁的袭击。深陷人民战争泥潭中的法国，为了保留昔日帝国的最后一丝颜面，不得不向越南继续增兵。到1953年底，包含正规法军、外籍军团以及法属越南军队在内的法国军事力量总人数高达18.9万人。可是，数量庞大的军队不仅没能给法国带来胜利，巨大的军费反而让法国政府苦不堪言。在意识到已经不可能通过武力彻底消灭越盟武装之后，法国人开始寄希望于通过一场战役重创越盟武装，来为法国带来一个体面结束战争的机会。最终，法国选择在越南北部靠近老挝与越南边境的奠边府作为执行计划的战场。然而，法国人给出的作战计划在现在看来却古板到不可思议。法军指挥官在之前同越南人的冲突中，相信他们只要在越盟松散的根据地内部修筑一个据点，那么越盟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拔掉这个钉子。而这个代价只要能超出越盟的承受范围，那么越盟就一定会坐下来同自己进行谈判。在这种想法的指引下，法国人在奠边府这个小地方不惜代价地投入人力，试图修建一个庞大的防御系统，等着越盟军队来撞个头破血流。然而，法国指挥官的判断只对了一半，越盟确实会主动攻击根据地内部的据点。然而，如今的法国未必有足够的力量在越盟的后方玩中心开花。而如今的越盟已经获得了中苏2国的全力支持，拥有重炮的越南人也未必不能对付得了法国人构筑的防御系统。让我们把镜头转到越南人的那边。当得知法国在奠边府地区投入大量兵力修筑堡垒后，中国军事顾问团立即意识到法国人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而法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越盟军队的实力已经非昔比，信息差带来的战机意味着真正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不是法国，而是越盟。于是，自1953年12月开始，越盟军队主力共4个师4万余人，开始对奠边府形成合围。同时，大量的重炮、弹药以及补给品经由中国云南、广西2省运往越南境内。在准备妥当之后，对奠边府的围攻于1954年3月初正式展开。越盟军队调集了包括20门122毫米榴弹炮在内的数百门大小火炮，对尚未完工的法国防御设施展开了狂轰滥炸。越盟猛烈的火力远超法方的估计，在法国人的计划当中，奠边府防御设施内的总兵力虽逊于越盟，然而却应当装备更多的火炮。可是战役开始之后，法国人才发现，无论是兵力还是火炮数量，甚至是军事人员的作战素质，法国都远不及他们对面的越盟军队。战役开始后不到4天，法国就丢掉了独立商高地在内的多个关键外围据点。法军在奠边府彻底丧失了主动权，沦为了瓮中之鳖。看上去，越盟即将在此处迎来一场史诗级别的胜利，并进而扫清法国统治者，统一越南。可是，奠边府战役对于越盟而言虽是水到渠成，但在棋盘之外，一些巨大的变化正在成为笼罩在整个印度支那上空的阴影。实际上，越盟军队在奠边府战役中的进攻之所以能如此顺利，核心原因就是新中国提供的大量重型火炮，以及中国军事顾问团提供的来自朝鲜战场的攻坚经验。然而，就像越盟背后有中国与苏联一样，法国背后也有高人指点。在朝鲜战争中获得经验的不仅只有新中国，同时也有与新中国对抗的美军。朝鲜停战后，认识到志愿军强大的美国人在得知法国的作战计划之后，立即警告法国，在奠边府以逸待劳、围点打援是极其一厢情愿的做法。中国军事顾问团为越盟提供了大量攻坚作战经验。
而法军能调动的防御资源也远远不及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奠边府不会成为法国在越南的转折点，反而会成为法国人的坟场。可是此时，法国国内已经被政治需求绑架，法国人不管是胜是负，都要在越南战场上得到一个结果。而美国为了避免法国在东南亚的全面溃败，继而同红色阵营对抗，虽未在越南投入美军，但已向法国人提供了高达26亿美元的军事物资。看着法国人自寻死路，美国人在痛斥法国的愚蠢之余，心急如焚。白宫开始公开讨论，由美国再次牵头组织一次朝鲜战争式的联军，并接管法国的战争职责，阻止越盟统一越南。虽然美国在此时介入越南局势，无异于打自己盟友法国一个耳光，然而继续放任越盟统一全国，更是美国不能接受的结局。并且出现矛盾的并不只有西方阵营内部，在此时的红色阵营，事情也出现了一些变化。1953年2月，苏美法英4大国有鉴于亚洲冲突的白热化，决定于次年4月在日内瓦召开一次集中会议，重点解决朝鲜与越南问题。然而，在这次会面之后，却发生了2件大事：一是中美在朝鲜停战，朝鲜问题暂告一段落；而另一件事则是决定做出的4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突然离世。朝鲜问题的暂告一段落，意味着1954年要重点解决的就只剩下越南问题。而在斯大林死后，继任的赫鲁晓夫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又急于缓和同西方的关系。这2件事的同时发生，一方面意味着一旦越南爆发一场朝鲜战争式的冲突，苏联不可能像朝鲜战争那样为中越提供除直接出兵以外的一切援助；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美国不会允许越南出现一边倒的局势，西方阵营不能在失去一场胜利之后再收获另一场失败。为了保证这一点，美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就下定决心在法国溃败时全面干涉越南局势。当时间来到1954年3月底，深知法军溃败已成定局的美国开始了行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对法国施压，要求立即允许美国组织联军介入奠边府战役。法国虽然一开始不同意美国的计划，但无奈战争局势日渐恶化。就在美国即将介入的关头，英国代表艾登为避免再次卷入朝鲜战争时的冲突，开始扮演起了阵营中的反贼。英国不仅自始至终对加入美国为首的联军顾虑重重，艾登还积极寻求可以避免冲突的方案。时间不等人，1954年5月1号，越盟军队对奠边府展开总攻，6天之后，法军投降，1.1万名法军被俘。获得巨大胜利的越盟军队此时已经做好了南下统一的准备。而美国也已经做好了提前开启越南战争的准备。可是，在越南人背后，中国也同样看到了战争继续下去的巨大风险。一旦美军介入，长期化的战争不仅会把越南本土彻底打烂，同时还会继续拖延新中国开启经济建设的步伐。而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不接受另一场停战。这场冲突的最好结果也不过是让越南像南北朝鲜一样一分为二。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中国立即提出了最开始的2条建议，希望越南趁大胜的机会停止南下，接受2国方案。至于越南统一，还可以从长计议。而在另一边，英国为了不卷入冲突，也直接派出代表前往美国，建议美国在2国方案得以实施之后，不再武装进攻越南北部。在日内瓦会议上，美英苏法中5国代表以及印度支那4国代表商谈了整整3个月。最终，越盟与美国各退一步，自北纬17度线分割南北越南。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在协议达成之后，越盟在北方恢复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统治。越共高层认为是中国不想看见越南统一，才逼迫其接受2国方案，自此开始暗中疏远中国，并愈发接近苏联。而在另一边，美国虽然放弃了武装干涉，但却坚信中南半岛的战争会再次开启。会议结束后，美国将美驻英之军事顾问团改组成为美驻南越军事援助顾问团，并逐年增派人手。而下一场战争将很快到来。